欢迎来到新闻频道。当您订阅频道时，演员们会很高兴。古风美学大赏，从热巴鬼王到鞠婧祎狐妖，谁才是2026古装颜值天花板？2026年的古装剧市场简直就是一场流动的视觉盛宴。从岳林奇迹的妖异美学到白日提灯的东方诡谲，今年的造型师们仿佛集体开窍，不再满足于千篇一律的影楼风，而是疯狂在质感和氛围上卷出新高度。在这个颜值即正义的时代，一套好的妆造不仅能赋予角色灵魂，更能让演员的美貌跨越次元壁。最近，网友们票选出了一眼心动的古风女神榜单，迪丽热巴的异域鬼王、田曦薇的唐风猫妖都榜上有名，但究竟谁能摘得桂冠？让我们从第一名开始，逐一揭晓这份惊艳了时光的名单。Top 1：岳林奇迹，鞠婧祎郭敬明镜头下的妖异封神。冠军的宝座属于岳林奇迹中的鞠婧祎。不得不承认，郭敬明在挖掘演员颜值这件事上，确实有着点石成金的魔力。这部剧虽然剧情褒贬不一，但造型绝对是2026年的天花板级别。鞠婧祎饰演的九尾葫芦无一，彻底打破了她以往扮永久妆容的刻板印象。剧中的造型充满了志怪风格的奇幻色彩，鳞片镶嵌的墨绿色长袍，极具异域风情的描银配饰，还有那标志性的白发造型，每一套都像是从《山海经》里走出来的妖灵。特别是她与陈都灵饰演的双生姐妹花同框时，一个清冷如月，一个妖冶如火，视觉冲击力极强。鞠婧祎在这部剧中将媚与强完美融合，战损妆下的她，血迹斑驳的衣衫与倔强的眼神形成强烈反差，美得破碎又震撼。这不仅仅是造型的胜利，更是氛围感的胜利。她站在那里，就是妖界的女王，让人明知危险，却依然忍不住想要靠近。Top 2：白月泛星，白鹿素雅之下的神性光辉。白鹿的古装从来不会让人失望，从周生如故的悲剧美学到长月烬明的华丽繁复，她一直在突破自我。而在白月泛星中，她回归了一种更纯粹、更素淡的美。剧中她饰演的白硕，是为了报恩立志修仙的将军府嫡女。不同于以往仙侠剧那种神仙打架的夸张造型，白鹿在这部剧中的装扮更加贴近自然，衣料多以轻盈的纱质为主，色调清新淡雅，发饰也去繁就简，突出了她本身清丽脱俗的气质。这种素并非寡淡，而是一种高级的留白。当她身着白衣，立于天地之间，那种坚韧与灵动并存的气质，让人仿佛看到了真正的修仙者。网友盛赞这套造型长在了审美点上，因为它没有喧宾夺主，而是让白鹿本人的美如月光般静静地流淌出来。Top 3：紫夜归，田曦薇大唐盛世下的双面猫妖。如果说竹玉里的田曦薇是英姿飒爽的女将军，那么紫夜归里的她就是真正的人间富贵花。在这部唐风背景的古装剧中，田曦薇饰演的武真拥有双重身份，白天是娇俏的国公府二小姐，夜晚是守护长安的猫妖。唐装的华丽与繁复，向来是检验美女的试金石，而田曦薇那张甜美的小圆脸，简直就是为大唐盛世量身定做的。剧中的造型极尽奢华，每一套唐装都色彩浓烈，纹样精美。特别是她化身猫妖时的造型，毛绒发饰搭配琥珀色瞳孔，既保留了少女的娇憨，又增添了几分妖异的灵动。相比于竹玉中朴素的粗布衣和军装，这里的田曦薇更像是一颗精心雕琢的宝石，在盛唐的灯火中熠熠生辉，美得让人挪不开眼。Top 4：云初令虞书欣，从甜妹到权谋女的华丽转身。虞书欣的古装造型向来是甜美的代名词，无论是苍兰诀的小兰花，还是永夜星河的凌妙妙，
都填到了观众心坎里。但在《云出令》中，它给了我们一个巨大的惊喜。这是一部重生宅斗剧，虞书欣饰演的云出不再是那个不谙世事的少女，而是一个历经背叛、满门血迹后重生归来的复仇者。造型上，剧组显然有意弱化了她身上的糖果色，转而采用更加大气、沉稳的色调。目前的宣发物料中，虞书欣身着深色系的华服，头戴精致繁复的冠饰，眼神中多了几分坚毅与深沉。这种大青衣范儿的路子，意外的适合她。她站在那里，不再是那个蹦蹦跳跳的小作精，而是一个能在朝堂风云中搅弄乾坤的贵女。这种反差感，让人对她的表现充满了期待。Top 5白日提灯，迪丽热巴东方诡谲美学的巅峰。迪丽热巴的颜值在内娱向来是降维打击，但在白日提灯之前，她的古装造型常被诟病过于繁复。而这一次，她终于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本命风格，东方奇幻与诡谲美学的完美融合。剧中她饰演活了400年的鬼王赫思慕，天生没有五感。为了凸显这种非人的特质，造型团队摒弃了传统的仙侠风，转而大量运用敦煌纹样、莲花纹、卷草纹等传统元素。红衣象征杀伐与权力，蓝绿色调则渲染出幽冥界的贵气与神秘。最绝的是那套花魁造型，酒红长袍缀满金绣琉璃，满头珠翠却丝毫不显俗气，反而透出一种摄人心魄的妖冶。热巴那张立体感极强的脸，在这种浓墨重彩的妆容下，爆发出了惊人的表现力。她不再是那个需要靠滤镜保护的甜妹，而是一朵盛开在彼岸的罂粟，危险又迷人。Top 6宴回时，陈都灵书卷气与黑莲花的极致反差。如果说内娱有谁是天选古人，陈都灵绝对榜上有名。她身上那种与生俱来的书卷气，让她在驾驭明代风格造型时如鱼得水。在宴回时中，陈都灵彻底告别了以往的小白花形象，化身外表乖巧，内心城府极深的黑莲花妆韩艳。剧组为此准备了超过30套明代风格的华服，从素雅的棉麻到华丽的织金，每一套都精准地卡在角色的心境变化上。前期她身着淡色襦裙，发间锦一支玉簪，眼神清澈如小白兔，让人心生怜爱。黑化后，金丝刺绣的黑袍加身，发髻高耸如刀锋，血红唇色与苍白肤色形成强烈对比。陈都灵的仪态极佳，即便是在最繁复的礼服中，也能保持那份清冷与疏离。她站在那里，就是一幅流动的明代仕女图，美的古典，美的惊心动魄。Top 7将门毒后，孟子义战国风骨下的重生复仇。孟子义的古装之路一直伴随着明艳2字，而在待播剧《将门毒后》中，他终于迎来了一次风格的大胆突破。不同于以往仙侠剧的轻纱飘飘，这部剧将背景设定在战国时期，造型设计充满了厚重的历史感与辨识度极高的战国风骨。孟子义饰演的沈庙，前世含冤冷宫惨死，重生归来是要夺回一切。这种黑莲花的人设，配上剧中那些剪裁利落、纹样古朴的战袍，意外的契合。她在剧中的造型少了几分甜腻，多了几分肃杀与贵气。特别是那些参考了出土文物设计的发饰与衣料，让孟子义整个人看起来像是一把藏在锦盒中的利剑，未出鞘已寒光凛凛。这种大女主的压迫感，通过造型被完美的传递了出来。Top 8东宫彭小苒那一抹永不褪色的西域红。虽然彭小苒近年来佳作频出，但在古装审美的殿堂里，东宫的曲晓峰始终是一座难以逾越的丰碑。即便放在2026年回看，晓峰那身飘逸的红纱依然美得惊心动魄。彭小苒的五官深邃立体，带着浓郁的异域风情，
与西域大漠的背景简直是天作之合。前期的她像一团烈火，红衣胜风，发间金饰随着她的奔跑跳跃叮当作响，那是属于西周九公主的明媚与娇憨。后期的她红衣染血，那是家国破碎后的决绝与凄美。剧组当年的审美至今仍不过时，无论是大漠孤烟下的红衣起舞，还是中原宫廷里的精致妆容，彭小苒用一张脸撑起了整部剧的颜值基调。她不是那种温婉的江南女子，而是带刺的玫瑰，美的张扬，美的让人心碎。Top 9金枝李一桐是景烟火中的绝代风华。提到李一桐，大家脑海里浮现的往往是灵动二字。在曾庆杰导演的镜头下，这位古装免检产品再次展现了她惊人的可塑性。在金枝中，李一桐饰演的陈雀儿并非开局即巅峰的贵女，而是一个阴差阳错混入荣国公府的冒牌郡主。剧集目前的是出造型极具层次感，前期是粗布麻衣难掩丽色的市井少女，后期则是统领鲜衣社，引领东京城时尚的华服贵女。曾导最擅长的就是捕捉演员最细腻的微表情，李彤在剧中的造型虽然繁复，却从未压过她本人的灵气。特别是她身着华服，在灯火阑珊处回眸一笑，那种从骨子里透出的韧劲与娇俏，让人瞬间明白为何她能在这个残酷的权谋局中杀出重围。这不仅是衣服的华丽，更是人物命运逆袭的视觉外化。从鞠婧祎的妖异风神到李一桐的灵动市井，这9位女神用她们的造型告诉我们，古装之美从来不止一面。它可以是素雅的神性，也可以是浓烈的妖气，可以是盛唐的华丽，也可以是战国的风骨。2026年的古装剧因为她们而熠熠生辉。那么，在你心中，谁才是那个让你一眼万年的古风女神呢？